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Wayne，歡迎收看我的影片。真的好久沒有跟大家拍影片了。我在今年的大概年中間開始更新頻率就比較低一點，我真的覺得有點抱歉。原因是因為我過去幾個月呢在忙着要申請美國的 MBA， 所以在工作之餘很多時間都是投入在那上面，所以影片的更新頻率就變得比較低一點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是元旦的1月1號，新的一年到來了，然後我們也告別了過去的一年。我在這邊就很想要跟大家聊聊天，來鼓勵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為自己嘗試的事情。我在幾天前呢，我在我的 Instagram 發了一個 Reels 影片，是在回顧我2025年過的事情。然後在剪那支影片的時候才發現，哇，我今年真的過得好充實哦。然後那支影片下面就有收到一些留言，然後有幾個留言都是跟我說，他們覺得我很努力在過生活，我心裡面都覺得很開心，然後很榮幸，因為聽到別人給我這樣的稱讚，大概是近2-3年發生的事情。那我常常就會去想，那到底怎麼樣才叫很努力的過生活呢？如果你上班很努力的工作，這樣算不算很努力的過生活？我自己也覺得是。可是真正讓我覺得我活着，而且我活得好精彩，然後我覺得活着好幸福，是因為興趣這件事情。我指的興趣不是指說可能看看電視啊、聽聽音樂啊這種興趣。那當然 don't get me wrong， 我不是說看電視或者聽音樂無法成為興趣，而是你有沒有真心的在投入這件事情裡面。就好比說，如果一個人他喜歡看電視，那怎麼樣才可以讓這個興趣變成是一種高價值興趣？就是他如果好比他說他喜歡看那個影集好了，那他看了多少的影集，然後他最喜歡的影集是什麼，然後有什麼原因，然後在他心中影集可以分為哪幾類，然後每一些影集有怎麼樣的深度，然後甚至接着去提到影集背後的導演、演員、角色的成長，他可以對這些東西有深入的見解，然後他持續有在精進這件事情，這樣子的情況才被我納為是一個高價值興趣。那就以聽音樂來說好了，我也是一個超級喜歡聽音樂的人。我會說，聽音樂是我的休閒娛樂。雖然我隨時隨地幾乎戴着耳機都在聽音樂，但是我認為我自己對音樂沒有一套很深入了解的傾向，也沒有一個很特別的品味。我就是喜歡聽 pop song， 我喜歡聽 high beat song。那它就沒有被我列成是對我而言的這個所謂高價值興趣。我認為，當你擁有了一件高價值興趣，它會讓你的人生閃閃發光，它會讓你的生活不再只是公司、家裡這樣子2點一線的生活。擁有高價值興趣，然後真的花心思去投入在裡面，它會讓你開始期待下班，期待週末，期待下一個月的到來，期待新的一年。我記得在好幾年前的時候，當時大學都要參加一些迎新活動啊，或者是社團辦的宿營類的活動，然後當時參加的時候，新的小隊員都要各自我介紹，然後我每次都超怕那個環節，因為那個環節除了要講自己的名字跟綽號之外，還要講自己的興趣是什麼。可是當時的我說不出任何興趣，因為當時我的生活就只有讀書嘛。然後當時有的人會說，他的興趣是拉小提琴，有的人興趣是觀星。然後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在一個實習的時候，有一個人說他的興趣是去大阪這就很妙，就什麼意思叫去大阪？當年的他好像不太確定，應該是21歲左右吧，就當時實習的同儕。他說他人生至今為止去過了18次大阪，然後就哇，他說他非常非常喜歡大阪，是他人生去過好幾次大阪，然後大阪的各個大景點、小景點、大街小巷他都非常的清楚，然後每一次去呢，他都會嘗試去探索新的地方，然後他還有自己的攝影選集啊，然後他會去摘要他自己那一場旅程看到的東西，然後當時呢，我就覺得哇，原來這也可以成為興趣。如果你今天喜歡做一件事情，然後那件事情並不一定要限定於是大家心目中的才藝，其實任何事情都可以變成是所謂你的高價值興趣。那這支影片呢，就是希望鼓勵大家在2026新的一年，大家想要展望未來嘛。如果你希望自己新的一年可以過得很有成就感、很有成長的感覺，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尋找一個你會喜歡，然後你會想要花時間、花精力投資在上面的高價值興趣。所謂的高價值興趣跟一般的興趣或是休閒或是娛樂，我覺得有3個不同的點。首先，第一個，你要持續不間斷、堅持的做這件事情，即便這件事情在你執行的途中會遇到一些困難或者是一些挑戰，但你仍然選擇繼續投資你的時間以及精力在上面。就好比說我最近開始跑步，身邊的人在跑，然後揪着我就一起開始跑。哇，我每次跑都覺得好辛苦好痛苦哦，然後接着慢慢可以跑到3K，然後有一天呢早上
在12月25號的時候，就早上醒來，我忘了把平日的鬧鐘關掉，但是那天7點多，平日鬧鐘響，我就起來，我就想說好，今天我要去跑5K。然後那天還下雨，我就自己一個人戴着帽子，然後穿着鞋子去跑。然後我覺得好辛苦哦，可是我堅持，然後我沒有放棄。然後那天跑完，我跑到人生第一次，就是可以一個人一次跑完5K。然後在隔了2天之後呢，我告訴自己我要再試一次。然後我就堅持的一直做了這件事情。然後雖然這個過程哇，真的讓我覺得好辛苦，好幾度想要放棄，但是我堅持的繼續做下來。然後現在回頭看，我就覺得哇，這件事情已經慢慢的成為了我的興趣了。所以第一個呢，高價值興趣它很重要的點是你要堅持，你要投入時間，即便有一點辛苦，即便在某一些時候、某一些時刻，你想要耍廢，你想要偷懶，但是你仍然選擇去做這件事情，這是可以讓你的興趣持續變成為你帶來更高價值的一個點。那當然，我也不是在說，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真的已經做到很厭煩，你不想再做，你仍然要必須做，其實是沒有的。如果你好比說你選擇了一項興趣，你想要去發展，可是過了沒多久，你就發現你真的在這裡面找不到任何的樂趣，然後你也沒有很愛這件事情，那其實你也可以就把它擱置一邊，你可以選擇去開發其他的東西，因為畢竟所謂的興趣其實是為了要充實自己人生、充實自己的成長以及體驗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有一天發現，你沒有在這裡面找到樂趣，也千萬不要給自己壓力，重點是你在這個旅程當中有沒有好好的去享受這個成長的感覺。所以提到成長，就來到了高價值興趣第二個重要的點，是它有沒有為你帶來成長。各個領域都各自有各自的專家，那我們這種業餘的人當興趣啊，當休閒做，肯定是沒有辦法到達他們的高度。但是就以你從完全不會到慢慢進步這個過程當中，其實我們人啊，我覺得人最會感到最幸福的事情，其實就是成長。不論是你在工作上面的成長，或是你在和伴侶關係的成長，和友情關係之間的成長，這些都帶給了我很大的幸福、滿足以及成就感。那當然，經營興趣也是，你在執行這件興趣的時候，你能不能夠在裡面成長？就好比說我有個朋友，他之前就迷上了油畫，所以他每一周都會去 art studio 去練畫，然後他常常會去把他的畫呢發出來給大家看，然後他自己也會說，哇，我覺得我畫畫進步好多哦。那我相信在學習畫畫的過程當中，一定也是有碰壁期跟撞牆期的，就像是我在學跳舞，我在學空中環或是空中舞籌的時候，我到現在常常上課也都是覺得好累哦，我做不到這件事情，或是不小心閃到腰。但是呢，我再回頭看我一開始2-3年前在開始跳舞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當時我就像一只豬肉掛在掛布上，可是我現在看到了自己有好大的進步，然後這個進步讓我感到很幸福，讓我覺得我做這個興趣真好。所以這個興趣可以帶給你成長的感覺，帶給你成就感，也是所謂高價值興趣很重要的一個點。然後再來，畢竟是興趣嘛，所以第3個就是這件事情你必須要樂在其中。我指的樂在其中，並不是說你遇到一點痛苦你就不做，而是這件事情 overall 以它整個 big picture 來講，你非常的享受這件事情，然後呢，你以自己投入在這件事情為榮。就好比說，如果你強迫自己去做了一個別人眼中看起來很棒的興趣，但是你自己沒有愛，那這個東西你會真的覺得很享受嗎？我相信應該是不會的。那我自己也嘗試過一些我做的不太喜歡的事情。我現在在努力跑步，但是其實我以前有嘗試過，然後當時討厭死了，然後我還努力跑了好幾回，然後覺得真的愛不起來，所以我就沒有跑步，暫時擱置。如果你一點都不享受，即便你突破了，你也不享受，那我們就先不要去碰它也沒有關係。不過你過了幾年，不妨也再給它一次機會，搞不好你會重新發現它的樂趣也說不定。那當然興趣的種類很多，你可能一時還想不到說，我接下來到底要嘗試什麼樣的興趣呢？如果你現在就希望可以去探索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的話呢，我這邊把興趣分成5大類，那大家可以參考看看。那這5大類分別是創作、運動、涵養、社交以及治癒類。那首先第一類創作類，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他是生來就擁有很多很多的創造力的。老實說，我覺得創作並不只是像大家心中想的，你需要去抒發自己的靈感或者抒發自己的心情，未必。像是我自己在我一開始想要拍影片，或者是我想要在我的 Instagram 上分享東西，不外乎就是2個原因。第一個是我想要分享我的感悟或是我的認知給身邊的人，或是給我的讀者們。然後再來其次呢，是我想要記錄生活。所以你想要去做一個創作，並不一定要有什麼樣特別的理由，不只是我們創作常常聽到的畫畫啊、音樂創作啊，所以即便是拍拍照、剪剪片，其實這些都可以變成是很好的創作動力來源。所以像是創作類型的興趣，可能像是有音樂類啊，就是你可以去創
創作歌曲，有些是有人喜歡做 DJ， 那這也算是一種創作。那再來不外乎可能是繪畫、數位的創作，像我剛才提到的攝影、vlog、拍攝影片。然後我知道有一些人會喜歡做文字創作，這些也都是非常棒的興趣，可以嘗試看看。那這一類創作興趣的特點呢，就是它可以有一個作品出來，然後呢，這個作品呢可以讓你去回顧，看看自己過去經歷了一些什麼，成長了什麼。然後看到你為這個世界展現的精彩一面。再來第二個是運動類，我一直都覺得會運動的人身上都帶着一個很明亮的氣場。那我自己其實運動這麼多年，我覺得運動對我來講最好的影響就是它讓我整個人精神啊、氣色啊變得更好了。就好比說我說真的好累哦，下班好累，可是我反而運動完之後，變得更神清氣爽了，然後回家也更有能量。所以像運動的話，不外乎我們可能可以分成室內運動或者是室外運動。那室內運動像是瑜伽、舞蹈、重訓，或是你喜歡吹着冷氣跑跑步機。那室外運動的話，可能像是有人喜歡打高爾夫球，喜歡打網球，各種球類運動，或者是跑步、爬山，這些也都是非常棒的興趣選擇。那運動類興趣給你的優點呢，就是你的氣場會變得更好，然後精神也會變得更好，給你更多的 energy， 也為你的氣質加分。再來第三個是我很喜歡的類別，是涵養類。我覺得培養涵養類的興趣啊，它會讓你怎麼說？安靜的變厲害，你默默的在做這件事情，你默默的在吸收這些事情，慢慢的培養你的涵養以及底氣，會有一天連你自己都沒有發現的時候，你的氣質、你的內涵就會提升了。那像是涵養類的興趣可能有哪一些呢？像是語言啊，你學習新的語言，或者是閱讀、看書，然後理解歷史，閱讀歷史相關的書籍，或者是你喜歡關注時事，你喜歡關注財經大事或是政治界發生的事情，時尚，然後藝文、評論，某一些的技能其實也算是涵養類別的，像是調酒、拉花、花藝，這一些也都算是涵養類別的興趣。然後再來第四個是社交類，我自己也超愛社交類的，因為我是一個超級 extroverted 的人，但是並不是說你一定要是 E 人你才可以去做社交類的興趣，因為社交類的興趣還可以涵蓋在很多的面向裡面，像我剛才提到那個旅遊，因為你出去接觸新的人事物，這些都算是社交類別的興趣。或者是你做志工服務，你到醫院，你到寵物收容所，然後像是有人喜歡辦活動，有人就喜歡張羅一些派對啊，或者張羅一些 friends gathering， 或者他喜歡 host dinner， 他喜歡煮飯找大家來。那這些事情其實也算是一種興趣哦。畢竟呢，你找人來這件事情，你必須要有會 organize 事情的能力，你要可以跟別人社交的手腕，然後你要做一些活動，然後讓大家確保在這裡面很開心。這些類型社交類的興趣都可以打開你的 connection， 然後認識更多的人，然後透過人來看到這個世界的美妙之處。再來第五個是治癒類，治癒類的興趣真的是我長大變成大人之後才理解的。隨着慢慢長大，你的生活不再是只需要讀書或者是去補習班，你可能漸漸的你會遇到一些你的煩心事啊，讓你焦慮、讓你有壓力的事情。然後我之前就因為瑜伽接觸到了冥想，然後又再接觸到了頌缽。療癒類的興趣呢，它可以提供你心靈的避風港。那療癒類的興趣有哪一些呢？就像是我剛才提到的冥想、寫作，每天花一點時間去 journal 到你發生什麼事情，你感恩的事情，或是你反思的事情，或者是你恐懼、你害怕、你生氣的事情。再來可能香氛療癒，或甚至是你喜歡出去散步，觀察大自然，或者是你就是喜歡安靜下來慢慢的生活，像是做飯、打掃家裡，這件事情讓你覺得非常的 therapeutic， 那你可以嘗試持續的做這件事情，這其實也是一種很棒的興趣哦。所以當有人說他的興趣是打掃家裡的時候，你千萬不要小看這個興趣可以帶給人的能量，它可以讓人真的安靜下來，然後重新打點自己。以上呢就是我建議可以去探索的5大類興趣方向。那當然這個世界上包含興趣實在是太多了，而我也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很全面的去涵蓋到所有興趣。那希望這些興趣可以給你一點思考。那當然我要重申，你並不一定要說好今年年初我就是要設定這幾個面向。隨着你的生活慢慢推進，你可能遇到不同的人事物，你會發現新的事情。那當你想要去嘗試的時候，就請你真的要勇於去嘗試。那很重要的一個點是，當你決定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要為自己定一些目標。像我當時開始跳舞，就覺得這件事情挺不錯的，所以我就要求自己每周要去上課，上個2次，為自己設立一些目標。在這個目標之下，你才有辦法去緩慢的耕耘跟緩慢的進步。因為老實說，如果你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，那其實它就只是一個 idea。那之後，這個原本可以變成是你高價值興趣的事情，它又會被打回原形，變成只是一個日常的休閒和日常的娛樂。年末回來看的時候，老實說真的很可惜，因為說不定這件事情可以為你的生活帶來很多的挑戰、很多的精彩跟很多的反思。那不論你現在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，新的一年，我相信我們都可以透過培養一個或者是幾個
高價值興趣來提升你自己這一個人閃閃發光的程度。或許到年底的時候，大家也會說，哇，你這個人好努力生活哦。而你跟別人介紹起自己平常有在耕耘的興趣的時候，你也會以此為榮，替自己感到驕傲。不要去逼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，已經有開始，給自己一些簡易的目標就已經非常棒了。那我們新的一年一起加油，我們下次影片見嘍，拜拜。